今天给大家唠唠神庞统啊，这个武将牛逼了。大年初一了啊，要讲一个喜庆火热的武将，那神庞统还是要给大家端上来的。当然，神庞统的这个原画整的是挺邪乎的，不像是个好人，有点吸血鬼或者是邪术师的感觉，邪火师。不过三国杀的神将都挺邪乎的，大多都是鬼神。神关羽的称号就叫鬼神在临，还有阿修罗神吕布、三伏第一神将大鬼神甘宁都算鬼神。神庞统的这个人设很明显是对标神诸葛亮的，神诸葛也很邪乎呀，称号叫赤壁的妖术师。那这样的话，你神庞统肯定伪光正不了一点，牛鬼蛇神罢了。那在已知神庞统是个邪神的基础上，我就要吐槽这个配音了，给大家听一听啊。承丹凤者，不堪其志，何堪其远？我以天地为炉，诸君敢入局否？这配的是这个神庞统吗？你说你配的五路迅我都信，太违和了，配的很正气，对不上这个脸，这是我要吐槽的地方。不过这次神庞统的技能还是很有趣的，咱先看他的机制技能。坤玉锁定技，你的体质上限始终为1，当你死亡时，你将牌堆中一张火属性伤害牌移出游戏，然后复活并将体质恢复至1点。继首杀十常侍之后，三国杀第二个常态医血上限的武将出现了。你医血上限那肯定是有复活技能的，要不然也活不下去。他这个复活是根据牌堆中火属性伤害牌的数量复活的，火属性伤害牌一共8张，3张火攻，5张火杀。那理论上神庞统把牌堆的这8张牌都消耗完，再加上初始的这1条命，他一共能有9条命。就9条命这一点，我又想到以撒了。前几天施泰尔茨那个小电池像以撒的充能机制啊，这神庞统不就是9命猫吗？一血不慌，我有9条命。当然正儿八经他这个技能取的是《山海经》中信仰神兽9命妖兽的典故，有正经取点的。那理论上呢，神庞统是有9条命，但在实战中神庞统他能靠这个技能复活个4、5次就不错了。就你神庞统想复活啊，要保证牌堆中，也就是摸牌堆中要有火属性的伤害牌。你要是牌堆就剩几张牌了，过得差不多了，那你神庞统想活也活不了。牌堆牌少的时候，正是击杀你神庞统的好时机。打神庞统要看牌堆数量来打，要是牌堆都没咋消耗，那你输出都哐哐打到他身上也没有太大意义。这个技能很变态的。接着看第二个机制技能卵锁锁定技，你的回合内所有角色1不能弃置手牌，2与本回合进入过弃牌堆的牌花色均不同的手牌视为铁锁连环。这个技能啊有2段效果，第一段就是纸面上的意思，不让你弃牌。弃牌阶段你神庞统也不用弃了，一滴血存不住牌啊，我直接锁定克己，在我这就不存在弃牌的概念。但相应的什么火攻啊、怪人斧弃牌、过拆弃牌你也打不了了。那这个技能第2段效果更厉害，直接全场手牌给我变铁锁，全是锁，只有锁，你手上闪到9没有用，全是为锁，打不出去。除非说我在这回合开始有牌进弃牌堆了，比如说我用了一张黑道牌进弃牌堆，那接下来所有黑道牌就回归正常了。注意一点啊，这个技能是从准备阶段开始结算的，就神庞统之后摸牌阶段摸的牌，以及之后什么锦囊技能过的牌都不受这个技能的影响。这个技能第一个功用是打强命打完杀，玩神庞统啊不要着急出红牌，尽量的让红牌晚进弃牌堆，这样的话那敌人的红色防御牌啊就一直是铁锁，打不出去啊。当然实战这点你不注意也无所谓。这个技能的最大功用是用来配合2技能的。我们看2技能凤燎锁定技转换技，当你使用牌指定唯一目标后，阳你令其摸1张牌，阴你对其造成1点火焰伤害。凤燎才是真正体现神庞统强度的技能。阴间呐，单指一个目标，阳摸牌，阴掉血，这什么概念？操作也很无脑。摸牌一般都是想给自己摸嘛，那什么讨酒啊、装备、无中，单指自己那就摸牌呗。转化到阴之后，你再用杀，再用单体的锦囊牌去吃敌人，打敌人的火焰伤害啊。基础的操作思路就这么简单，摸一下烧一下。那有朋友说我没有那么多单体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你别忘了铁锁，你就可以把它当单体牌用。神庞统手上一大堆视为的铁锁，就是用来润化这个技能的。没指向自己的单体牌了，铁锁单连自己摸1张牌；没指向敌人的了，铁锁单连敌人，烧敌人血。注意这个技能，它连的时候是先烧后连，指定目标后触发的。你不用担心火烧把铁锁破了，之后你还是能玩这个火焰伤害传导的。然后铁锁呢，你重铸找新牌也行，
重铸它不算气质嘛。神庞统是一个玩起来非常有节奏感的武将，他的用牌节奏比什么居兽啊、刘赞那用起来舒服多了。我不仅转着摸牌，我还能转着打伤害，这是最逆天的。神庞统他是一个很传统的举兽流烟式武将，玩起来很自闭，就看你手牌结构转技能就行了。各个模式都很强，他的技能设计中规中矩吧，以铁锁和复活为主要的技能机制，延续了最早火爆庞统的设计理念。他的技能描述也不错，很简洁，同时娱乐性也有，设计的不算差。OK 啊，这是神庞统，大年初一了啊，新年了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也祝大家在新的一年能像庞统一样涅槃重生，逆风翻盘。当然顺风的朋友继续顺，能顺风咱肯定不逆风是吧？顺风顺水顺财神。红鸾锁同日，3000炼石腾空起，此物最相思。灯火映阑珊，谁家麒麟入梦？吹落繁星如雨。孔明，好久，好久啊！